听到克莱恩的问题，邓恩望了眼窗外通往查尼斯门的走廊，拿出自己的烟斗，塞入烟丝和薄荷叶，然后放到鼻端，深深嗅了一口，嗓音略有飘忽地感慨道：只有在家里，我才能肆无忌惮地享受烟草和薄荷叶混杂的美妙味道。克莱恩，你知道创世神话吧？当然，我在教会周日学校接受启蒙时，就是靠夜之启示录认识单词的。其中智慧书和圣者书信2章都提到了创世神话。克莱恩边回想原主成为了碎片的记忆，便放缓了语速道：造物主从混沌中醒来，打破了幽暗，制造了第一缕光，自己则彻底融入宇宙，化身为万物。他的身躯成为大地，成为星辰，他的眼睛一只变为太阳，一只化作红月。他的部分血液奔腾为大海与江河，滋润和孕育了生命。说到这里，克莱恩不自觉停顿，半是因为后面相关记忆模糊，半是由于这创世神话和大吃货民族的盘古开天说有点相像。不同世界人民在神话传说上的想象力都有共通之处啊。克莱恩遇到难题，邓恩笑了笑，帮他补充道：他的肺部演化成精灵，他的心脏演化成巨人，他的肝脏演化成树人，他的脑袋演化成巨龙，他的肾脏演化成羽蛇，他的头发演化成不死鸟，他的耳朵演化成魔狼，他的嘴巴和牙齿演化成异种，他的剩余体液演化成海怪，其中的精华是钠镓，他的胃部，他的大肠小肠，他身体的恶质部位演化成恶魔、恶灵与各种未知邪恶的存在，他的精神化为永恒烈阳、风暴之主、知识与智慧之神。他的智慧中诞生了人类，这就是第一纪混沌纪元。克莱恩讲出了最后一句，心头又感好笑又觉荒谬。作为键盘民俗学家，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安排如此详细的创世神话，详细到每个排得上号的种族由造物主哪部分演化而来，都具体细微地进行了罗列。真像是在排排坐吃果果。而且不止黑夜女神的典籍经文这么说，风暴之主、蒸汽与机械之神的教诲也有类似的描述，没单独的抬高自身，贬低其余神灵。这要么说明创世神话是真的事实，要么隐约透露出几大教会在史前，在第5纪之前，经过漫长的斗争和妥协，终于达成了一致。想到这些，克莱恩猛地又有了个疑问，微皱眉头道：我觉得这有些问题。为什么永恒烈阳、风暴之主、知识与智慧之神直接从造物主的精神里诞生，而女神不是？在夜之启示录的史前记载里，黑暗女神直到第2纪末尾才苏醒，与风暴之主、永恒烈阳等神灵一块儿，庇佑和帮助人类度过了大灾变，也就是俗称的第3纪灾变纪元。大地母神和战神也是同一时期才登场，原名工匠之神的蒸汽与机械之神则要到第4纪才诞生。这么一来，众神之间的地位高低就似乎不言而喻了，谁更古老，谁更正统，无比清晰。这在黑夜女神的信徒中也造成了一定困扰。邓恩·史密斯用另一只手托着烟斗，不答反问道：你把女神的尊名完整的叙述一遍。克莱恩顿时有自己插了自己一刀的感觉，忙绞尽脑汁，竭力回想道：她是比星空更崇高，比永恒更久远的黑夜女神，也是绯红之主、隐秘之母、恶难与恐惧的女皇，安眠和寂静的领主。还好克莱恩的母亲是虔诚的黑夜女神信徒，她在世的时候每天傍晚和用餐都要来上一遍，
哪怕原主的记忆变成了碎片，也不至于全部遗失。绯红之主象征着什么？邓恩用引导的口吻问道。红月。克莱恩刚一说完，就似乎明白了过来。那红月又是造物主哪个部位演化而成的？邓恩微笑再问。单独的一只眼睛。克莱恩与对方相视一笑，这可不比造物主精神一分为三形成的风暴之主等逼格差呀。至于大地母神和战神的教会，应该也有类似的说法，只有蒸汽与机械之神诞生的实在太晚，找不到理由。他们的教会在之前1000多年里始终弱势，直到蒸汽机发明抢占了先手，才真正与其他并立。邓恩摩挲着烟斗道：人类从造物主的智慧里诞生，所以拥有聪明而非凡的脑袋，缺乏别的神奇的能力。但是从创世神话里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浅显而明确的结论，那就是万物同源而生。同源而生。克莱恩重复着最后几个单词。根据这个结论，在神灵庇佑下，与巨人、恶魔、异种等对抗的人类，逐渐摸索出了获得超凡之力的办法，那就是用恶灵、用巨龙、用怪物、用神奇树木、花朵或者结晶的对应部位，配合其余材料调制成魔药，然后服用吸收，掌握不同的能力。这是所有神秘学派共同的尝试。邓恩没做太多的描述，只简略地介绍道：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先祖依靠惨痛的教训发现，如果直接服用高品阶超常规的魔药，很容易得到悲剧的下场。结果只有3种可能。哪3种？克莱恩好奇追问。第一，精神死亡，身体崩溃，每一块血肉都变成可怕的怪物。第二，被魔药里蕴含的力量瞬间改变人格，变得冷酷、敏感、易怒、残忍，漠视一切。这第3嘛……邓恩放下烟斗，拿起旁边的瓷杯，抿了一口道：帕斯河谷的费尔莫咖啡，很苦但也很香，回味很棒。要来一杯吗？啊，我更喜欢费内波特的高原咖啡。当然，我只在维尔奇家喝过几次。克莱恩礼貌拒绝。第3是什么？精神失常，当场发狂，比恶魔还要恶魔。这就是失控。邓恩在失控这个单词上加了重音。不等克莱恩开口，他放好咖啡杯，继续说道：经过漫长的实验和摸索，加上亵渎石板的出世，人类终于完善了魔药体系，形成了一些逐阶提升、稳定增长的序列链条。序列数字越低，魔药品阶就越高。到今天，7大教会各自最少掌握了1个完整的序列，另外还有几百年、几千年内搜寻到的不那么完整的路径。亵渎石板。克莱恩敏锐捕捉到这个名词，在聚会之中，倒吊人也提到过它。根据倒吊人的说法，亵渎石板是魔药体系成型和完整的最关键因素，这和邓恩刚才的话语不太相同。这是一些邪神弄出来的东西，具体出现在哪个年代，记载了什么，有什么特殊，我也不是太清楚。如果你有发现线索，必须立刻禀报我，它拥有最高响应等级。邓恩含糊解释道：刚才提到了其中1种失控，现在我讲剩下的4种。克莱恩将亵渎石板的问题抛诸脑后，专注倾听。人类虽然只有聪明的脑袋，没有别的非凡能力，但这并不是绝对的，总有一些幸运儿，或者说是不幸者，他们天生就拥有较高的灵感。
也就是对灵的感应能力。他们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，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拥有部分非凡的特征。邓恩说话时看了看四周的空荡，看得克莱恩一阵毛骨悚然。换句话就是，他们等于半个序列9的非凡者，拥有固定的特性。序列9是链条里最低的品阶。总之，他们只能选择对应的固定的序列途径。如果服食了别的魔药，那么轻微的精神异常，严重的则会失去控制，再严重的就会直接死亡。明白。克莱恩缓缓点头。第3种失控和第2种类似，一旦你选定了序列链条，就只能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，再也无法反悔。如果服食了别的路径，序列合适的魔药，虽然大概率会获得柔和的、奇异的、扭曲的能力，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人将会处于半疯的状态了，或者敏感易怒，或者残忍嗜血，或者忧郁沉默。而且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，再往后，不管是服食原本路径的魔药，还是现在序列的魔药，都只有失控一种结果。就看是精神死亡，肉身崩溃成怪物，还是演变成恶灵了。邓恩说着说着，又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。听得有些胆战心惊的克莱恩沉默了几秒，又道：那第4种失控呢？第4种，这才是最常见的问题之一。我们服食魔药，获得原本属于超凡物种的能力，属于不自然的演变，所以会或多或少受到残留的精神影响。也许没有症状表现出来，外人无法察觉，但是内心里肯定有潜藏。在完全掌握魔药带来的非凡之力，排除掉那些微妙的痕迹之前，贸然服食更高序列的对应魔药，就会累积疯狂，累积失控。邓恩忽地默然，停顿片刻，他才感叹道：我们职业者内部规定，即使队员立下很大的功劳，也必须在上份魔药服食3年，而且经过对应考察以后，才能获得晋升。可就算这样，每年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失控。真是可怕。克莱恩吸了口气道：那最后一种呢？邓恩嘴角翘起，却不见笑意。第5种也是常见的失控原因。对于非凡者来说，灵感或多或少都会有提高，序列数字越小，提升的越多，于是就能听到别人无法听见的声音，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东西，遭遇别人不会遭遇的事情，时时刻刻都会受到神秘的引诱和虚幻的蛊惑。一旦有什么别的刺激，或者出现贪婪的欲望，那就会一步一步走向失控。说着说着，邓恩转为正视，灰色的眸子映照出了克莱恩的身影。他语气变得萧索道：现代职业者体系的创立者查尼斯大主教曾经说过，